All right, y'all, you ready to see Chongqing, China? This is the cyber city of Chongqing, China. 3, 2, 1. This is Chongqing, baby. Let's go. 來，將要場睇緊住埋部分都有2個雙碼頭。來，將要踩住啦。將要場部分都有馬上馬上走。來，將要場。在走过这么多城市后，终于说到了重庆。很高兴我能用一种非常正式的方式来聊重庆，因为我早已经听过太多对重庆的溢美之词了，而我依然带着一些隐隐的怀疑和担忧。过度的赞誉，保质期可能也不一定会长久，所以我更希望用一种严肃的方式去看看重庆的模样。而重庆又是一个你几乎很难在网络上找到坏口碑的城市。当我完成了这次重庆之行后，我非常确定的一点就是，我知道了为什么这里是中国最红的城市，红遍了神州大地，甚至红遍了整个世界。做这期视频最难的地方就是，不但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重庆这个地方的名气，而且很多人都已经来过这个地方了。那我做这期内容的意义在哪里呢？我最不爱做重复的内容了。至于我没有深度，至于观众没有新意，但我又如何能错过这个中国、亚洲，在世界上都如此神奇的城市？所以，重庆只是一座网红城市吗？为什么重庆这么神奇？为什么人人都爱重庆？带着这些问题，我来到了重庆。如果你想知道重庆的秘密，我相信看完这期内容，你可能就会有自己的答案了。现在一看到这些画面，我想大部分人脑袋里第一想到的不会是香港，不会是东京，一定会是重庆。为什么重庆成为赛博城市的代名词？重庆都做了些什么，才让一个城市变得如此科幻，如此吸引人？这是鹅公岩大桥，这里其实不算是一个网红景点，只是重庆众多跨江大桥之一。我只是随意的把车停在了这个地方，就已经感受到了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的风景。但是重庆的任何一个跨江大桥都可以成为一个景点，为什么呢？首先要有足够雄伟的建筑奇观，这种充满巨物感的建筑是重庆最不缺的。一座建在长江峡湾峭壁上的城市，有足够的空间让这里的建筑得到施展。走在解放碑的摩天楼中的时候，站在洪崖洞的桥下的时候，甚至走在九龙坡旁边的这个雕塑前的时候，这一份独特的感受，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好像别的城市还真是很少有这种体验。第二，就是有持续流动的车流，制造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车流自然是很多亚洲城市最不缺的，而重庆最有特色的，当然就是到处穿梭城市的轨道交通。这些轨道列车建在山间楼宇中，虽然是重庆不得已而为之，但我想在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把轨道交通建在地面上是否有扰民的问题的时候，在重庆这已经成为了一道风景，甚至是最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重庆人可能一开始也纳闷，最为平常的交通工具怎么瞬间就成了一个景点了。其实轨道列车不但可以体现一个城市的活力，也是人类先进科技文明在城市中的一种外在表达，这正好契合了赛博朋克城市风格的体现。而重庆其实在这方面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一种网红效果。这个大家最熟悉的李子坝地铁站，本质上就只是一个地铁站而已，它正巧需要经过一个楼，而这个楼正巧就盖在了这里，大家一拍即合，相处融洽，再顺便把这个楼简单装修一下，立刻成为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场景。而为什么这个地铁站之所以在重庆而不是别的城市，这个深刻反映了重庆人的包容接纳的性格。
而这个我们在后面聊重庆人的时候再细聊。当然最后一个赛博城市一定要舍得用灯了，不用我说，洪崖洞就是极致的案例，我确实没见过其他任何一个景区里的建筑如此的舍得用灯。无论是钢铁丛林般的解放碑，还是已经被灯光渲染的看不出任何古迹的夏号里，甚至是上面说的李子坝，仅仅是做了些亮化，就让这里可以营业到深夜。这一规则当然也适用于重庆的任何一个地方。白天的时候，满是摩天楼的长江峡湾就是你在重庆任何一个高处景点都能欣赏到的风景，而晚上这里就成了各种魔幻 RGB 的天下。我在重庆逛了一圈，发现这里最神奇的一点就是，重庆其实并没有真的为打造所谓的网红城市处心积虑，或者是到处大拆大建。那些地铁和桥梁都是重庆人每天都要用的，那些老房子依然还是老房子，老重庆人都还住在里面，并不是专门为游客准备的。洪崖洞你就是少装几个灯泡，它依然是一个看起来也挺有味道的景点。但重庆人只是为这些建筑上增加了一些亮化，在车厢上做了一些漂亮的图案，就让原本就很神奇的建筑看起来就更为魔幻了。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做法，无论是智慧也好，还是图省事儿也好，确实是值得一些城市学习。如果你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可以参看我上一期的城市测评。如果只是五彩斑斓的赛博世界，重庆不可能成为这么多人喜爱的城市。我相信肯定有人和我一样，在来重庆之前认为这里是一个山城，气候也谈不上有多好，在这里生活怎么可能有多舒适呢？爬山不说，这里即使开车也是个恼人的问题。但我一到重庆，这里就实实在在给我上了一课。他们不但知道如何打造一个赛博城市，他们还知道如何让一座山城能住得舒舒服服。先说开车啊，我是从贵州开车到重庆的，一到重庆郊区，本来狭窄的国道就变得宽敞起来，而且一看路面就是会经常维护的那种。重庆的第一印象就这么留下了。再说城区开车，很多人看了一些网上重庆的视频，一定以为在重庆开车会弯弯绕绕。当然，如果你不是在这里长期生活的人，不开导航迷路是一定的。但请相信我，如果你开了导航，重庆的道路设计就是那种他们能做的已经最好的了。反正对比很多一线城市要好很多了。在看似杂乱的车流里，我只用了一小会儿就适应了重庆的节奏。你看这种单条道路的红绿灯，我也只在重庆见过，能看出他们已经尽力去让这个中国结构最复杂城市的道路管理好的心情了。但是关于重庆老堵车，我觉得高峰期这确实是事实，但非高峰期，反正我在重庆开车基本很少遇到拥堵。还有就是我肯定不会拿重庆和成都去比在城市 City Walk 有多舒服，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但有一说一，重庆除了住宅小区需要经常爬楼，我在重庆走路还真没想象的那么费劲。传统的电梯自然少不了，很多稍大一点的路口都提供这样的电梯天桥。我甚至觉得在重庆走路比同是山城的贵阳还要轻松一些，也可能是我经常走路体力值比较高，也可能是因为重庆的风景让爬楼的过程心情要愉悦不少。反正吧，在重庆走路肯定要比别的城市更辛苦一些，不过好处就是这里既有风景看，也省去了健身的时间了。在重庆还有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就是这里不但道路干净，我几乎在重庆的任何一个地方周边都有干净整洁的公园可以逛。干净整洁这绝对不是一般的评价，因为在重庆这么一个山城稍加疏忽，就很容易形成脏乱差的生活环境。我把车随意停到了一个公园旁边，这里只有几百平米的地方，也被打造成了一个非常小型的社区公园。而在九龙坡这个比较大的社区公园里，花花草草也被精心照料。
还有的社区我感觉直接就盖在公园里一样，这种生活环境可以说完全超越了我对重庆的固有印象。如果你以为重庆只是一个旅游城市，那可能就大大低估了重庆，其实这里还是一个相对宜居的城市。如果有100个人觉得重庆舒服，那大概有90个人都会觉得和吃相关，而我也不想再大费篇章去重复有多少博主已经重复过的内容了。我这句话可能过于主观，但如果你和我一样到全国到处跑，你可能也会对我有一定认同，就是千万别和川渝地区的人去比吃，无论是口味和品种的丰富程度，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我就是在解放碑随便找了一家，真的就是随便找了一家苍蝇馆子，然后9块钱，还是一个大碗，这一碗下去就是我今年吃过最好的面条，没有之一。重庆就是这么神奇。在我去过了中国这么多大小城市后，我发现了一个简单又极其朴实的规律：一个城市的居民真的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城市。成都如此，杭州、上海也是如此。街边的路脏了，有人管；哪里有不文明的现象，总有人跳出来谴责。而我现在把重庆也归为这种城市，这个城市的所有细节都能让你觉得这是一个被重庆人投入了爱的城市。干净的马路和社区环境我就不重复了，在重庆还有一些一眼你就能看出历史印记的旧房子，但你绝对不会觉得这里有破败之感。在18梯，虽然这里是个景区，但这些老建筑依然会让你感叹住在这里的人的细腻情感。而我在鹅岭公园，这种感觉尤为强烈。这个不算特别热门的公园，在我看来就是重庆的一个宝藏。鹅岭公园的前身是清末富商李耀庭的私家园林，现在成为市民的公共客厅。重庆人深谙山无平地的局促，却在这陡峭的地势中，以近乎执着的耐心雕琢出一方南方韵味的天地。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园林的体验甚至要好过那个以园林出名的城市。而我认为园林是需要呵护和照料的，有些园林经过时间的流逝，会失去它原来的光彩。而在鹅岭公园，无论你走在哪个角落，都能感受到那种被精心照料的细节。当我走到这个石神桥的时候，我甚至有些激动了。走过那么多城市，居然在重庆这个山城看到了如此精致的园林景致。无论你在池边的任何一个角落，这种精致感都能让我这个拿相机的摄影师驻足拍摄一天。至此，我对重庆的感官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心境，才能让这个公园如此美丽？多说无益，你们看我的镜头就能略知一二了。当然，这个公园还有一个必来的理由，就是揽胜楼了。看到这里，你们大概也能发现，重庆的好当然是目所能及的，而那些看不到的才是我特别想说的，就是热爱这座城市的重庆人。这里是白象居，我想只要去过重庆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地方。当我走进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居民楼的时候，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不是在这里看到的缆车和大桥，也不是这里挤满拍照的游客，这种直接在别人家门口的旅游体验，估计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时候在我脑袋里就产生一个大大的问号，重庆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白象居空中连廊，这里是游客聚集最多的地方。70岁老人彭道书家的窗户斜对着游客拍照的转角处，
不堪其扰。我都是那个厂子太近了，我受不了，闹得我受不了。比较吵。哎，没有办法的。那有点猴皮噪，那有点猴皮噪，那个声音就是相当的大，对我们的影响大。我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就是影响他们休息。这是23年央视给白象居拍的专题片，我想解答了一部分我的疑惑。这个片子聊到了一开始白象居的居民对这些游客其实也很有意见，不但大声喧哗，而且旺季游客数量已经到了小区居民无法承受的地步。但这个小区确实也以一种完全预料不到的原因，成了重庆众多旅游名片的一张，处理不好也可能会对重庆的形象有影响。所以重庆人就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让游客可以文明有序地来这里旅游打卡，也让这个地方得到了有序管理。总之，在白象居上，你真的能看到重庆人对于外来人的包容，也让我们看到了重庆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家都喜欢的魔幻城市的原因。重庆人真的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也把这里当成了大家的家。洪崖洞如此，李子坝如此，甚至这么一个普通的小区楼道也是如此。这就是重庆人。白象居是一个非常具有重庆特色的一个地方。川渝的人有个特点就是包容，你有钱你没钱，你是胖是瘦，你鼻子上是打8个环，你是喜欢女人还是男人都行，只要不影响别人怎么都行。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包容在这里就没有那么多规矩，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就是天堂。我在鹅公岩桥下露营，11点一帮鬼火少年在这里聚会，秀自己的车，不知道谁和谁还打了起来。经过了一番折腾，12点多这帮孩子走了，我刚睡着，又不知道哪里来了一帮喝醉的女生，把车开到桥底下，在车里唱 K， 乱七八糟的，居然又喝又唱了2个小时，然后开车走了。年轻确实真的好。在观音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在逛街。现在，你想你在北京、上海或者深圳已经看不到这么热闹的场面了。重庆为什么这么有活力，还体现在夜间经济上。我说的可能不只是吃吃喝喝，而是正经的夜生活。你们都懂我在说什么。原谅平台审核的原因，我就不给你们做什么具体介绍了。但在我看来，这关乎于经济活力，也关乎于人的生存权利和宽容。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找找相关的视频。总之，你们看看现在广东深夜有多无聊，你们就知道重庆的晚上有多热闹。这就是重庆，那些魔幻的、绚烂夺目的、激情似火的，都只是重庆这座城市的外表。重庆人也从来不惧怕这些绚烂的光彩，让自己的生活面目全非，就好像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生活的地方选择在这样崎岖不平的山间峡谷一样。重庆人会享受他们获得的一切，无论好的和坏的。只要你细心观察，重庆人将这种对故土的爱深藏于重庆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我走遍了中国很多城市，将这种深情埋藏于城市之中的地方并不多，而重庆的好全部都藏在这些角落里。这绝不是你看短视频和朋友圈能发现的，也绝不是其他城市造一个空轨或装几个霓虹灯就可以学到的。关于为什么人人都爱重庆，我想你们应该有了自己的答案了吧。